最近蔡依林的演唱会你们都知道吧？真的是很像一场祭祀，吸粉丝朋友们的运气的那种。这个是不是看李连杰吗？生命的这种祭祀的力量融合的。关于韩国财阀的那一片，传播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媒介，其实都会被加以利用。如果你了解这个韩国，你就会发现韩国是非常非常多的分水式的。那其实我知道韩国是有萨满的，用黑法去让这个人火起来。很多的明星都说反噬啊，因为他说不住啊。但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喊卡了，对吧？有的话就其实也不能去讲的。元丰义宗，其他的真的是虚剑还是天罗地网，一尘脱俗啊。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道源关键的频道，我是安南。Hello， 大家好，我是道源。那老师，我们今天聊一个比较刺激、比较新鲜的话题，就是最近蔡依林的演唱会，你都知道吧？她被冠上了一个光明会的一个风格，网友大批量的一个热议啊，就让我联想到了韩国娱乐圈一个更加隐秘的一个传闻，就是很多顶级的偶像组合的崛起，其实呢，它的背后都是有一些巫术啊，包括甚至与财阀进行某种不可以明说的共生交易。您能从玄学去为我们揭开这神秘的黑幕吗？首先看蔡依林吧，我觉得从她的展现出来的演唱会体系里面的东西，我认为真的是很像一场这个祭祀，它里面的元素蛇啊，是金属的东西啊，然后呢，你看那个光线黑暗的东西啊，对吧？包括她的穿着打扮，其实我跟你讲都是比较怪异的，所以你就知道一场精心打造的这种文化入侵的，所以你可以把它定义为邪恶的这种活动仪式吧。他那个仪式有点像是吸粉丝朋友们的运气的那种，就是邪灵嘛。对，所以你就知道，你看我们东方的文化，比如说都是描述的什么梅兰秋菊啦，春暖花开啦，对吧？美好的都是美好的东西，是吧？而西方的，你看它的那个世界里面那些画，都是描绘的是地狱的这种场景啊，所以就知道这是两种不同的这种文化的这种体系。我们术数的角度来讲，比如说我们用八字看人的命理啦，可能他们就用八字来什么吸人的运势，对，去借别人的运呐，甚至借别人的这个寿命呐，借尸还魂呐，夺舍啦。在我们的这个佛教的那些邪教里面的体系里面，它也有这种夺舍的。这个是不是看李连杰吗？李连杰就是因为跟密宗修行失败，因为他开庐陵嘛，然后呢，想让自己的元婴修出来嘛，可是他没有修成功，的话，修了反噬嘛，所以他寿命就急剧的缩短嘛。最近看他的那个气色又好起来，现在气色又好起来，又生龙活虎，是不是？是。那你可以有理由相信他是一个神秘的这种祭祀的力量让他存活着，所以你看他现在已经不再像原来那样子的一个展现了，对不对？他真的是不同的灵在自己的身上了。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修行之人，然后你真的是可以打开你的天眼来看，你可以看到多重的世界、多维的世界、多元的这个世界。那道远老师能不能给我们深度解读一下关于韩国财阀的那一篇？所以你是今天是摆我上台是吗？没有，就是我们纯分享嘛，对吧？我们就是代表个人观点。我跟你讲，你看艺人是传播文化的一个媒介，一个工具嘛。是传播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媒介，其实都会被加以利用。日本的二次元对吧？你看现在对我们国内的人有多大的影响？是一些组织，甚至一些邪教的组织，他一定不会放过这样的一个工具的。所以你就会发现，很多的艺人走着走着就和以前格格不入了，然后他们会挂以标签，有没有爱国艺人？有的，有没有台独艺人？是吧？有没有港独艺人？都有的。叔叔如果用得好，他是救人的；叔叔用得不好，他是害人的。那段老师，我知道在韩国有一个江南圣地啊，那它的布局从玄学上面来看是应该怎么样分析呢？如果你了解这个韩国，你就会发现其实风水师最多的在韩国。韩国是每2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风水师，并且是注册的。这么厉害？为什么你看我们的节目在韩国并不出名？为什么在东南亚很出名？是吧？在香港、在马来西亚，甚至在加拿大，甚至在泰国，为什么没有韩国的粉丝呢？韩国是非常非常多的风水师的。什么降头师啊，什么萨满师啊，他们把我们的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然后的话拿过去使用的得心应手的，也没有得心应手了，只是说他们是拿了一些糟粕过去，因为他们也只能学得了糟粕。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基于中国的文字，对，其实他们偷的东西都是什么细枝末节。我跟大家讲哈，
其实中国的文字是天地的意志，是天地的这种符号。从仓颉造字那个时候开始，它是捕捉了什么天地的信息，天地怎么发生的，然后到中国的文字、中国的语言就是怎么发生的，明白吗？因为他们不懂得正统的东西。对，所以邪教的自身，比如说这件事情是我们帮人家改命，对吧？你的八字不好，你的运程不行，是吧？他们可能学完就是我帮你偷命，我帮你去借你的运。我们其实要借运是借天地的运程，是不是啊？是。然后呢，甚至借自己的。什么叫借自己的呢？我这个10年大运不好，可是我10年以后的大运很好，所以我把自己未来10年的运借到现在来用，赚到钱了以后，然后你慢慢的逆取而顺手，那你这一生可以过得很平顺。如果你要跟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一对照，你就知道了，正邪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很多的明星都说反噬啊，因为他收不住啊，背不住啊，所以就会导致他们会有轻生或者说意外死亡的一个迹象。对，其实我也有跟韩国明星看过那个八字啊，他会强调自己，他的命应该很好啊，否则不为什么被经纪公司选中啊？他的八字应该给经纪公司看过的，经纪公司认为他可以火，然后他为什么没火？然后他试图就找我们看他的八字里面不火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他也会讲出八字里面的一些专业术语啊。我的命里面是带花盖的，然后我也带桃花的，桃花代表人缘嘛，是吧？是。那我的人缘会很好，我的粉丝缘也会很好啊。他仅仅只是用到了这个神煞的一个部分，他并不知道其实五行需要平衡。那其实我知道韩国是有萨满的，他们比较流行说用黑法去让这个人火起来，让这些粉丝为这个明星而着迷。在西方也有这样子的，包括在日本都有这种暗黑的这种邪术。他要获取一件东西，他是要献祭，以生命为代价，以健康为代价，或者以亲情为代价，等等交换。为了火，我可以付出哪些，然后给你达成一个交易。那这个献祭的文化是源头来源于哪里呢？源头来当然是我们中国嘛，是吧？是。你看我们那时候，如果天地大旱，我们就认为什么？老天爷发火了。老天爷发火了就是什么？对我们不满了，所以我们就有什么人寻，发多少人，然后献祭给天地，平息这种什么这种怒气。但韩国是这样子的，你看西方的邪教也是这样子的。我感觉这个艺人其实他似乎更像是这个资本与粉丝之间的一个介质，资本用这个明星来操控我们这一帮普通的人群、普通的粉丝。那作为普通人来说，我们应该怎么样避免呢？第一个事情就是大家要祛魅了，对吧？明星也其实也是人啊，甚至是很普通的人啊，只是他的职业不一样，对吧？他可能他的职业是在镁光灯下，对他属于舞台，仅此而已。所以你第一肯定要对他去魅掉，我们觉得要提高自己的认知了。你的认知提高，然后对一件事情有分辨和区分的能力的话，其实你就不会去趋同，就把自己的那个意识形态就交给别人。明白。道德经里面就有一段这样的话，叫做不善贤嘛，使民不争嘛；不贵之以货，使民不以为道嘛。你不要介入别人的因果，也不看人家的对错，在自己的节奏里面。如果你是穷人，然后你就什么独善其身；如果你已经很牛了，是吧？就达着兼济天下。那我觉得，如果说你也想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避免成为他人利用的工具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 WhatsApp，跟我们的道阳老师一起去探讨我们的人生哲学。那今天听道阳老师剖析完整个事件的这个真相啊，真是觉得有点触目惊心，有点心惊胆战了。原来在全球偶像工业这么绚烂的一个背后，可能还运行着如此古典又如此残酷的能量经济学。那如果说观众朋友们喜欢看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说好看，说支持。那我们下一期会做更加精彩的内容。那今天这一期内容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感谢道阳老师的精彩分享。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啦！好，拜拜，感谢大家都欣赏，再见。但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喊卡了，对吧？有的话、我们就私下聊一下。就其实也不能去讲的，所以你会看到韩国的一个现象，你包括西方的所有娱乐文化，其实它背后里面都有这种很残酷的逻辑。所以你看那个迈克尔·杰森，到底迈克尔·杰森是自己健康问题死掉的，还是说是属于一场资本的绞杀，或者是宗教仪式里的某种献祭？那你全球的偶像，你在你的嘴巴里面传递的是什么东西，你的粉丝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东西？对，包括那个很火的 Lisa 那个事件，疯马秀。我们中国人就讲一句话，就是洋人善即是善，洋人恶即是恶。就是你虽然看不惯他，你说啊蔡依林在进行一个这种邪恶的祭祀，但实际上你就是洋人恶，其实你也在作恶了。你一看是在批判他，但实际上你也在作恶。是因为流量从哪里来的嘛？黑红也是红嘛。对。所以我觉得大家看到这样的现象，置之不理就好了。就为什么现在我们国内的这些小年轻，是吧？00后
10后都不懂事了，都叛逆了，都跟父母反抗啊。我们有自由失去了童真，现在他们都有自由啊，然后他们又很老成啊，又成熟啊，要么喜欢动漫，对吧？要么喜欢西方世界、嘻哈文化、韩流文化，对吧？我们哪里还知道什么就是父母眼，还有以前的这个伦理道德，还有天地君亲师，是吧？还有什么这个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哪里还有什么三纲五常？我们都是要自由，我们都是要自我，对，我们都是要不负责任，对，我们要为自己而活。是，对。其实现在当代年轻人不愿意结婚，也是这种文化底蕴在影响到。这都是就是文化的属性，所以我们在上期节目就已经讲了，就是真的用很简单的语言，然后的话传递了传统的文化，其实也是唤醒了很多人的这个骨子里面的对这种外来文化的入侵的这种被动的防御，这是很了不起的。你知道有多少人还在这种沉沦呢？对吧？所以为什么说中国的传统文化要复兴呢？只有中国的传统文化复兴，才能救这个世界了，才能救我们自己呢。对。